我现在是在神户三宫的地下街，是中午时间，我来这里找点吃的。三宫是神户的市中心，这里吃饭的地方相对来说比较集中，很多的餐厅，但是价格肯定不能够和我之前拍的去乡下的小店比的。不过这边吃的东西比较集中嘛，就是很适合游客。如果是想吃小吃的话，可以来这里试一试。像这种拉面还是比较推荐。这条街是面的一条街，就全是各种不同口味的拉面。如果是想体验一下日式拉面的，我就推荐来这条街吃吃看，价格也不是很贵。其实我早上起来是准备去明石海鲜市场去吃海鲜的，我当时是已经坐上去明石的车了，然后发生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，上来了2个台湾的游客，然后坐在我旁边，是一对夫妇，然后那个女生就突然喊，孩子还在刚刚那个车上，然后看他们很着急的样子，我就问他们是怎么回事，需不需要帮助，然后他们一说我就知道了，他们是打算去姬路玩，但是一开始坐错了车，坐的是去大阪的车，然后后来查手机发现坐错了，就换到和我一个方向是去姬路的车，然后着急忙慌的孩子还忘在之前的那个去大阪的车上面，然后我就说不着急，等你下一站下车了，我带你们去报警。夫妻2个就是你觉得我会管孩子，我觉得你会管孩子，然后结果2个人都没管，小孩只有4岁，然后到了须磨的车站，我就陪他们下车去报警。警察也很重视，就马上联络各个站点，然后过了大概10几分钟，孩子找到了，在三宫，就小孩还挺乖，就一直坐在车上老老实实的等着父母。然后警察就把孩子带到了岗亭，然后我就给那对夫妻说，我就说不用担心，我带你们去接孩子，估计你们也找不到地方，因为我看他们2个已经吓傻了，在异国他乡，然后孩子走丢了，你说这是多大的一件事情。后来去接孩子，然后那个警察教训他们2个，你们怎么能够这么不小心呢？那作为父母的怎么能够这么粗心呢？神户的警察是这样的，就是你犯了错，他批评你是毫不留情。然后我就是这个原因，我现在到三宫了。我现在再去明石吃海鲜就太远了，我现在也饿不行。现在那对夫妻在警察局做笔录，然后他们也是说我一定要感谢您，我等会请您吃饭。我就说不用，我在等你做完笔录我再去吃饭，我就要饿死了。你们就好好照顾孩子吧，有个联系方式，后面万一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给我打电话。所以我现在是真的很饿，我就是吃面包我都敢最大的拿，还拿2个。现在已经是1点多钟了，就是从早上到现在我没有吃饭，我都已经等不了去餐厅点餐的那一会时间了。2个这么大的面包加1杯咖啡，1295，这个价格你们觉得是贵了还是便宜了？我怕我自己饿死了，我买了2个超大的，盘子都放不下。这家店我以前是在他家买面包带回去吃，我在他家坐着吃，我还第一次点了他家一个这个炭烧咖啡，面包是里面夹心的，是芝士和火腿，超大一个，大家直接看这个个头就知道了。这一段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录上音，我说的是这个芝士是咸的，我以为这个面包是甜面包，3口2口就把一个面包吃完了，人饿的时候真的是发挥了潜力。我吃的时候这个样子估计把旁边的人给吓到，感觉怎么这个人吃这么快。他家这个咖啡其实还可以，就是对我来说不够劲，我喜欢喝力气更大一点的咖啡，就是浓一点的。他家的这个还有一点淡。吃完了我带大家去逛一逛，今天是有一点下雨。这个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卖模型玩具的店，是神户非常便宜的价，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前面那个红色的牌子就是，它底下的几层楼是卖电脑的、卖家电的，最上面2层楼是卖模型玩具的，带大家去看一下。这家店相对来说比较便宜，它是免税的。我直接坐电梯来他家的顶层，这个顶层是男生的天堂，为什么呢？你们自己看。这些全都是打那个 BB 弹的玩具枪，但它做的非常的仿真。这个就是莫西纳甘。这一部分的影片我问了我妈，我妈说1刀都不用剪。这些是有用气瓶的，也有是用电驱动的。来逛玩具枪店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爱好，我自己也买了2把在家里。这边你买了之后，它是有场地给你玩的，就是那种真人 CS 的场地。不光是卖玩具枪，它还有配件。我有很多朋友就是来神户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求着我去带他买枪。我们有一个玩真人 CS 的小团体，这还有一个粉红色的 FNP90。我以后也准备在我家里像这样挂满一排的枪，我要把我喜欢的全都买齐，然后收藏。这有些还挺贵的，最贵的都10万了。
这边是手枪的柜台，这个是科尔特1851，科尔特1873在这里。但是这种它不是打 BB 弹，它这个是模型玩具。这种是1:1全金属的，它在枪口的部分它有一个那个封口，这个不能够发射子弹，你看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可以在弹壳里面上一个底火，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火药枪，它可以打响，但它不能发射任何的子弹。它的那个子弹做的是这样子的。这一把科尔特1873是可以玩 BB 弹的，它上面写着木质握把，它的枪口里面是这样子的。这边柜子里面的几支都是可以发射 BB 弹的，颜色不同和握把的材质不同，它的价格也不一样。刚才那几支是直接装气在握把里面的，这边不是，这边是有一个小钢瓶的。这边还有蓝布14，这边一排都是，也是涂装不同，材质不同，价格不同。这个就是科尔特1851，它前面那个红嘴是可以取下来的。这里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雕花款，可以定制。M1加兰德，但是这个枪它就只适合在靶场里面自己打着玩，拿去打 CS 的话捡弹壳会很麻烦。而且这把枪它很重，它有10公斤重，它就是跟原枪重量是一样的，里面有配重块。一般下场打 CS 都不会用这种可以推弹壳的玩具枪下场。神户有那种咖啡店，就是里面可以喝咖啡，然后还有靶场的，就一边打枪一边喝咖啡的这种店。这种推弹壳的枪就适合那种店玩。就约上朋友，然后坐在那种店里面，然后可以玩一天。前面这种有红色封嘴的，它全都是。这里还有卖弹夹配件，你一个弹夹肯定不够，你多买几个弹夹，挂在身上是战术配件。这边是配的瞄准镜，就是你自己买。买枪的时候它是不带的，那你自己可以配。瞄准镜的倍数都是真的。这边也有略微便宜一点的。它上面有一个告示，就是不允许卖给18岁以下的。其实买一把枪本身不贵，但是如果你把那个配件给配齐了，它就很贵。你看这种握把你买不买嘛？就瞄准镜你买不买嘛？一套配下来就不少钱了。像这种便宜点的是小孩版的。这种不是1:1的，它整个模型要小一号，安全性要更高一些，它没有多少威力。根据法律呢，你是不能够在街上把这些玩具枪给拿出来的，你只能够在专门的靶场或者在你自己家里玩这些玩具。你买玩具枪的时候，那些工作人员就会告诉你这些，然后让你签名，就是表示他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。这一层呢是卖手办和模型的，也是非常的多，可以打折，可以免税。像很多在大阪都没有卖的，它这里都有。这里卖玩具枪是比较便宜的，但是卖模型玩具它不是最便宜的，它只是东西比较齐全，一些新品和一些限定版它这里都有。这一栋楼也有卖游戏机的店，就卖 PS5、卖 Switch。这就有一个头发都白了的大叔在看这边的玩具车，这都是个人的爱好，就估计也是老玩家了。再下一层楼都是卖电脑配件、卖显卡、卖主机的，这边也有卖游戏机的，就是可以来这里买。但它的价格是真的不便宜，它这边的配件都卖得很贵。这边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四驱车，现在就已经进化到各种配件都单独出来卖了。这边还有这种单独的马达，但这个就不是很贵，这个就几十块钱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玩这个的时候，那个马达是很贵的。逛一会就出去了，现在要去买一点豆子。玩具枪不能经常买，经常买的话，那喝咖啡都喝不起。我上一把枪全套配下来，配件还不是买的特别好的，最后就花了5600多人民币。所以真的玩这个要克制，除非是买2战的经典老枪，什么汤姆森啊、加兰德啊、温切斯特啊这种，经济上面还是有一些压力的。来这边买2包豆子，不知道选哪种好。这边的咖啡壶也不少，好多这种。就把这个拿1包吧。这家店是专门卖豆子的，价格不算便宜，但是品质还是可以的。
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对玩具枪店感兴趣呢，我下次再给大家拍一家更大的店。